位听众好，欢迎来到宜阳晚年，我是赵雪。今天要聊一个特别重要的话题，出国携带现金如何避免麻烦，甚至守住辛苦攒下的几十万养老钱。咱们这个年纪出趟国不容易，都盼着顺利开心，但你可能不知道，有时在海关随口说错一两句话，就可能导致行程泡汤，现金被扣，甚至被列入黑名单。很多人觉得个人携带现金不超过1万美金就不用申报，带个8、9千实话实说就行。但赵雪要严肃提醒，这么想风险很大，海关关注的不仅是金额，更是你回答问题时的态度和用词。有些我们看来合情合理的话，比如帮孩子带的、给亲戚用的，在海关听来，可能立刻触发洗钱、非法资金转移的警报，导致现金被没收，人被长时间盘问。如果你不想让攒了一辈子的钱在异国变成看得见拿不走的废纸，甚至惹上官司，请一定安心听完这期节目。在分享具体标准答案前，如果你觉得这些经验有用，请点个订阅，按小铃铛。你的支持是我继续为大家寻找平安锦囊的最大动力。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或亲友过关时的经历，互相提醒，让我们每一次出行都平安顺利。好了，咱们言归正传。为什么那句钱用来做什么如此关键？因为它直接决定了你包里那些现金的法律属性。咱们很多人，尤其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出国多半是为了看儿女、看孙辈，或者就是单纯旅游享受一下，心里盘算着，我除了自己花，肯定还得给孩子一点补贴，帮朋友带点东西，这都是人之常情。所以当海关一问，咱们心里没鬼，往往就脱口而出了。但恰恰是这份没鬼的实在，最容易惹上麻烦。我先给你讲一个赵雪身边发生的真事。有位李阿姨，家住高雄，女儿在加拿大定居，刚生了宝宝。李阿姨高兴得不得了，提前半年就开始换加币，攒了大概1万加元的样子，心里美滋滋地想着，这些钱一部分自己用，大部分留给女儿补贴家用，还能给外孙包个大红包。在温哥华机场过海关时，官员问她带了多少钱，李阿姨如实说，大约1万加元。官员接着问 Why do you bring so much cash？ 为什么带这么多现金？李阿姨英语一般，但这句话听懂了，她想着这没什么好隐瞒的，就努力用英语单词组合着回答 For my daughter and baby gift， 给我女儿和宝宝礼物。她特意用了 gift 礼物这个词，觉得应该没问题，可没想到官员一听 For my daughter， 给我女儿，表情立刻严肃起来，马上招手叫来另一位同事，低声交流了几句，随后就对李阿姨说 Please come with me for further inspection， 请跟我来做个进一步检查。李阿姨当时就懵了，心跳得飞快，被带到一间检查室。接下来的3个小时对她来说就像3年一样漫长。官员反复询问她钱的来源和女儿的关系，女儿在加拿大的工作，甚至要求她提供女儿的地址和电话。最后，虽然钱没有被当场没收，但被要求存入加拿大当地银行的一个指定监管账户，并被告知需要他女儿提供详细的税务证明、居住证明，并解释清楚这笔钱的用途，才能逐步解冻使用。一场满怀喜悦的探亲之旅，刚开始就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李阿姨后来跟赵雪说，她最后悔的就是说了 For my daughter 这2个词。你看，问题出在哪儿？就出在给这个动作上。一旦钱从你的口袋给到了在境外的另一个人，在海关眼里，这就可能构成了一笔跨境资金转移。他们必须排查这是否涉及偷漏税、洗钱或者非法雇佣等行为。哪怕你们是亲母女，在法律面前，首先看到的是资金流动的合规性。再讲另一个例子，是关于一位喜欢旅游的陈伯伯。陈伯伯和几个老哥们约好一起去欧洲玩，其中一个朋友想买块名表，但觉得自己英文不好，换汇也麻烦，就托陈伯伯帮忙带1万欧元现金过去，到了地方再给他。陈伯伯是个讲义气的人，心想反正我自己也要带钱，多带一份顺便帮个忙，举手之劳。他知道总额超过1万美金等值货币需要申报，于是很老实的在申报单上填了携带15000欧元。过关时，官员指着申报单问 Why do you declare so much？ 为什么申报这么多？陈伯伯解释说 For travel and a friend's watch， 旅游用，还有帮朋友买表。他特意强调了 friends 朋友的，以显示透明度。结果麻烦大了。
官员判定这1万欧元属于第三方资金，陈伯伯的行为涉嫌无执照货币兑换或代理商业采购。不仅朋友的那1万欧元被当场扣押，陈伯伯自己那5000欧元也受到严格审查，一行人全部延误，陈伯伯还被记录在案。他觉得自己诚实申报了，为什么还罚？因为他触碰了另一条红线，帮别人带钱。在严格的反洗钱法规下，任何非本人使用的大额的现金携带，尤其是涉及携带入关交给他人的模式，都是重点监控对象。海关会怀疑这是否是一个拆解大额非法资金、规避监管的链条中的一环。听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头皮发麻，觉得这海关简直没法过了？别急，赵雪告诉你，之所以有这么多悲剧，是因为大家不知道这里面的标准玩法。其实，只要你掌握了海关官员的思维逻辑和一套简单的标准话术，过关完全可以变得轻松简单。这个逻辑的核心就是，在你的脚跨过海关检查线的那一刻，你身上所有的现金，有且只能有一个属性，那就是你本次旅行全程的个人旅游备用金。不管你这笔钱未来实际怎么花，是给自己买件大衣，还是3天后悄悄塞给孙子，在海关的那个当下，它必须全部、彻底、纯粹的属于你个人的旅游消费。那么，那些经常飞国际航线的空乘人员，或者常驻海外的商务人士，他们是怎么教自己家人回答这个问题的呢？赵雪给大家总结了3个几乎可以应对所有情况的标准回答模板，请您在心里多念几遍，最好能记下来。第一个模板，也是最常用、最安全的，当被问到钱用来做什么，您就微笑着清晰地说，用于这次旅游的全部开销。这8个字就像一道金光闪闪的护身符，因为作为一个游客，您带钱来这个国家消费、购物、住酒店、吃饭，是他们最欢迎、最乐见的行为。您可以非常具体的解释说，这是我计划在这里停留2周的酒店费用，每天的餐费，计划参观的景点门票，还有打算买点纪念品和礼物的预算。即便您带了9900美元，只要您坚定地把它定义为旅游开销，海关官员通常不会再深入追问，因为您的回答完全符合一个正常游客的逻辑。第2个模板适用于您带的现金数额确实比较大，一个人旅游似乎花不完的情况。您可以说，这是我和我先生或者我们全家这次旅行的共同经费。如果您是和配偶一起出行，或者是一家老小集体出游，这个说法就特别合理。您可以把这笔钱解释为整个家庭旅行团的公共钱包，所有成员的吃住行游购娱都从这里出。这样，总金额虽然大，但平均到每个人头上就显得非常合理了。比如说，我们一家5口要玩3个星期，这些钱是我们全家人的总预算。第3个模板是针对那些确实想给海外亲人带点礼物或帮助的长辈，请千万不要说这钱是给儿子的，而要巧妙地转化为我准备用一部分钱给我的孩子们买些礼物。在西方文化里，长辈看望晚辈时准备礼物是非常正常且受尊重的，但关键是这个买礼物的动作是您旅游消费行为的一部分，钱还在您手上，支配权在您。您计划在旅途中也许是在当地的商场用它来购买实物礼物，这样您既表达了心意，又完全符合自用资金的框架。如果您带的直接是现金红包，在过关时也必须把这部分金额完全算在您的个人旅游总预算里，绝不要主动提它的最终去向。赵雪再教你一句英文的保命金句，如果你英语不好，怕临场组织不好语言，就把这句话背熟，或者写在纸上直接给官员看。This is all my personal travel fund for this trip. I will use it for my own expenses. 这都是我这次旅行的个人资金，我将用于我自己的开销。这句话直接堵住了第三方用途的所有联想，安全系数极高。说到这里，赵雪要特别提醒咱们中老年朋友一句，咱们中国人，尤其是咱们这一辈人，最重人情，讲究互帮互助。平时在街坊邻里间帮个忙，捎个东西，那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但是，一旦走进国际机场的海关区域，咱们就必须把人情先放一放，把规则牢牢刻在脑子里。这里有2条绝对不能碰的高压线。
第一，绝对不要替任何人，尤其是陌生人携带物品或现金过关。有时候在机场可能会遇到看似很着急、很可怜的人，求你帮忙带个小包裹、一本书，甚至一封信给他国外的亲戚，理由五花八门。请你一定要狠心拒绝，因为你根本不知道里面藏了什么，可能是毒品，可能是非法现金，一旦在你的行李里被查出来，你就是有100张嘴也说不清，法律责任全在你身上。这不是冷漠，这是对自己的保护。第二，如果你的现金确实超过了规定申报额度，比如$10,000或等值货币，一定要主动申报。很多人害怕申报，觉得一申报就会被盯上，被扣税，这又是一个天大的误区。申报只是一个报备程序，是告诉海关，我带了超过额度的钱，但这些钱来源合法，我愿意接受检查。你需要填写一张简单的表格，通常只要你能说清楚来源，比如银行取款记录、卖房款证明等，海关核实后就会放行。最冤的情况是，你带了$10,050，抱着侥幸心理没申报，结果被抽查的机器检出来，那多出来的$50就可能导致你所有的钱被扣留调查，甚至面临罚款。主动申报是诚实，也是智慧。第三，千万不要用任何方式藏匿现金。现在的安检技术非常先进，不仅 X 光能看清行李内部，一些设备甚至能探测到纸张的厚度。你把钱缝在衣服里，塞在鞋底，夹在书本里，这些行为在海关官员看来就是典型的心中有鬼。一旦发现你藏钱，哪怕金额不大，他们也会立刻对你整个人和所有行李进行最高级别的严格审查，因为你已经表现出了欺骗海关的意图。除了怎么说怎么做，你的态度本身也是一种语言。赵雪在后台看过很多案例，发现很多长辈其实带了合理数额的钱，用途也正常，但就是因为太紧张，面对询问时眼神飘忽，手心出汗，说话结巴，反而引起了官员的怀疑。海关官员每天见成千上万人，他们受过专业训练，很会观察人的微表情和肢体语言，所以咱们尽量做到坦然大方，问什么答什么，答案简洁明了，不要画蛇添足的解释一堆。如果你担心语言问题，或者怕自己紧张，赵雪教你一个特别实用的物理外挂。出行前，把你往返的机票订单、酒店预订单、旅游行程单全都打印出来，放在随身小包最容易拿到的地方。当海关官员对你带的现金数额有疑问时，你不用多解释，直接把这些文件递给他看。然后指着行程说，你看，我要在这里玩15天，住这些酒店，参观这些地方，所以我的旅行预算需要这么多钱。白纸黑字，行程清晰，这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还有一点很重要，海关有时不仅会问用途，还可能问来源。当被问到你的钱是从哪里来的时，你的回答也要干脆肯定，比如，这是我的退休金积蓄，这是我卖掉一部分股票的钱，这是我从银行账户里取出来的。如果你能随身带上一张近期的银行取款凭条或换汇水单，那就更好了。千万不要含糊其辞地说别人给的，帮别人保管的，这立刻就会引来无穷无尽的盘问。好，把最重要的原则和方法讲清楚之后，赵雪给所有计划携带现金出国的朋友们浓缩了3条平安金律，请大家务必记牢。第1条，数目要真实，海关问您带了多少，您报的数字必须和您实际携带的金额基本吻合，差个几十块，汇率换算有点小出入，这都没关系。但如果您明明带了12000，却随口说成8000，这就是故意瞒报，在很多国家属于违法行为，后果非常严重。第2条，态度要坦然，抬起头，目光平和地看着询问您的官员，不必直视，但不要躲闪，问什么答什么，回答尽量简洁。记住一个原则，多说多错，不要主动提供海关没问的信息，不要画蛇添足的解释。第3条，核心要坚持，无论您内心如何规划这笔钱的最终用途，在过关的那一刻，在您的口中，它必须且只能是您个人的旅游消费资金。这个原则像钢铁一样，不能动摇。另外，赵雪还想多提醒一句，很多长辈出国，除了带钱，还喜欢带些家乡的土特产、中药材、补品什么的，比如香菇、干贝、草药包。请注意，这些物品很多是国家禁止携带入境的，即便你带的现金完全合规，但如果海关在检查时翻出了这些未申报的违禁品，他们会立刻对你这个人的合规意识产生严重怀疑，从而可能把你列为重点检查对象，连带对你的现金来源进行更严格的审查。
所以，整理行李时一定要查清楚目的地国家的入境物品规定，该申报的申报，不能带的千万别带，让行李清清爽爽，你过关也轻轻松松。讲到这儿，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这些规矩太严格，是不是针对我们？其实海关严格主要是为了打击洗钱、恐怖融资等跨国犯罪，维护金融秩序。他们的严格不是针对守法的个人，只要我们提前了解规则，掌握沟通方法，过关查验往往几十秒就能完成。咱们颐养晚年频道一直希望能为大家解读这些影响晚年生活安全的知识。无论您是去海外团聚还是旅行，都愿您手续顺利，旅途平安。如果您觉得今天分享的海关话术和技巧有用，请给节目点赞，也欢迎分享给身边有需要的亲友。您的一次转发就可能帮老朋友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下期节目我还会继续为大家准备健康养生、财产安全等实用内容。如果您还没订阅，欢迎关注加入，让我们退休生活过得更明白、更有底气。最后再说几句心里话，咱们辛苦攒下的积蓄，最怕因不了解规则而在海关出错。出门前多做功课，过关时保持谨慎，如实沟通。海关其实是维护安全的卫士，记住物品自用原则，带上您的从容与微笑。如果您对出入境携带物品或海外资金处理还有疑问，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会根据大家关心的话题继续准备节目。感谢收听，我是赵雪，衷心祝愿各位老朋友身体健康，出入平安，晚年幸福。咱们下期再会。